公为座上客，不为阶下囚，何不发一言而相救乎？公不见丁原、董卓之事乎？很多人喜欢用这件事来黑刘备，说刘备落井下石，真是个小人啊。对于这些人，我想说，你们知道吕布把刘备坑得有多惨吗？如果你们知道了，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今天八将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吧。公元194，徐州牧陶谦去世，刘备成了徐州的新主人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曹操气得肺都要炸了。在他看来，自己费了那么大力气打徐州，不但没打下来，老窝还被吕布给掏了。到头来，徐州却到了刘备手里，这可真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孰可忍，神也不可忍呐！于是不久后，曹操打算带兵去打徐州，回头再收拾吕布。这时候荀彧站了出来，对曹操进行了一番劝说，原话太长就不放了。大概意思就是说，你之前在徐州杀了那么多人，徐州百姓对你恨之入骨，肯定会坚决抵抗。你怎么拿下徐州？就算能拿下，也控制不了啊。所以你别想一出是一出了，还是顺着目前的战略优势，出兵向东，阻击吕布军，趁机大收粮食。等粮食收齐了，一鼓作气干掉吕布吧。荀彧这一番话非常有水平，不但给曹操指明了该怎么赢吕布，还趁机夹带私货，从利益角度来劝说曹操以后不要再滥杀无辜。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劝说技巧，毕竟用利益劝说曹操肯定比用道德劝说曹操更有效果，你说是不是？荀彧的劝说还是有效果的。曹操本人在这之后虽然还进行了4次屠城，但像徐州屠杀这样如此大规模的屠杀，曹操在这之后确实没有再做过。曹操听完荀彧的话后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当即决定照办，不但照办，还要200%照办。他不但亲自带兵前去阻击吕布，还把大部分兵力都派出去收粮食了，自己就留了不到1000人。可见曹操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喜欢玩命啊。结果这次玩脱了，不久后吕布居然带着1万军队过来进攻了。没办法，曹操只能装作很淡定的样子带兵迎击，希望靠着虚张声势来吓跑吕布。如果吕布真是游戏里那个智力上不了30的弱智，那曹操就完蛋了。然而我们在之前几集里反复强调过，真实的吕布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所以聪明的吕布一下子就想多了。他看到曹操大营附近有一片树林，居然自己脑补曹操在里边设了伏兵，直接撤了。可见人有时候还真的不能太聪明。曹操看到吕布的反应，暗暗记在心里。第二天吕布又来了，这一次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不觉得有伏兵了，直接带兵就干。没想到曹操这次还真他妈设了伏兵，双方打起来以后，曹操直接伏兵进出，吕布大败。曹操一口气追杀到吕布军大营，狠狠出了一口恶气。现在的局势就相当于曹操打撸啊撸时候，把吕布给团灭了一次。但是呢，如果团战赢了，却不趁机拆对方一个塔来扩大优势，赢了也没多大意义。这时候荀彧的规划就显示出了巨大威力，因为之前进行了大规模收粮，曹军现在不缺粮食，后劲强大，于是曹操立刻发动全部兵力进行总攻。这次终于一口气收复了兖州，吕布无奈只能继续开始流亡。这一次吕布跑去投奔的对象是刘备，刘备选择了接纳吕布。对于刘备的选择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明知道吕布反复无常，为什么还要引狼入室啊？我想说，如果你搞清楚刘备当时的处境，你就会明白，客观上刘备只能接纳吕布。对于刘备接手徐州这件事，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，那就是认为刘备占了大便宜，白得了一个人口众多、富得流油的徐州。遗憾的是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。徐州由5个郡国组成，那么这5个郡国的情况分别是什么呢？南牙国处于萧剑和臧霸的割据之下，东海郡处于昌西的控制之下，昌西就是后《出师表》里那句曹操武功昌霸不下里的昌霸。广宁郡在陶谦时期就已经被袁术占据，所以后来袁术进攻刘备时，直接就打到了下邳国。也就是说，所谓刘备得徐州的真相，其实是徐州的5个郡国，刘备只占了彭城国和下邳国这2个而已。而且这2地方之前还都遭到过曹操的残酷屠杀。看到这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替刘备捏一把汗了？
别急啊，这才哪到哪，真正要命的问题是下边这个。陶谦虽然是徐州牧，但他本人是扬州丹阳人。为了巩固统治，陶谦执政时期重用的军事将领曹豹和许丹，信任的曹洪都是丹阳人，而刘备是在徐州本地人的拥戴下入主徐州的，这就导致刘备与丹阳集团的矛盾十分尖锐。如果仅仅是有矛盾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丹阳集团掌握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丹阳兵，如果这支部队反叛，后果会是灾难性的。然而这依然不是刘备面临的全部问题，别忘了他还有虎视眈眈的外敌，袁绍、袁术、曹操可都在盯着徐州呢。也就是说，刘备接手的徐州是一个残破不完整、内部矛盾重重、外敌虎视眈眈的徐州。这根本就不是捡了大便宜，而是拿到了一手难到不能再难的牌。不然你以为陶谦为什么会那么痛快的把徐州给刘备，却不给他自己的儿子呢？实在这摊子太难了，他儿子根本撑不起啊。面对困局，刘备展现出了极大的魄力。首先，陶谦时期被重用的曹洪从此消失在了史书中，估计是被刘备直接给搞掉了。接着，刘备重用了糜竺、糜芳、陈登这些徐州本地人，军事上则依靠着关羽、张飞，将曹豹等丹阳集团的将领边缘化，在短时间内迅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粗略稳定内部后，面对四面受敌的外部环境，刘备又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外交手腕。刘备一方面派人结好袁绍，取得袁绍的口头支持，另一方面却又表奏孔融为青州刺史，暗中支持孔融和袁绍争夺青州。刘备这一手玩的简直飞起，从正反两面解除了袁绍对自己的威胁。然而刘备有一个致命缺陷，那就是时间。结好了袁绍和袁术就必有一战，然而刘备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开战前彻底解决徐州的丹阳集团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吕布前来投奔，你说刘备该怎么办？别忘了，吕布虽然在流难，但手里也是有军队的。如果不接纳吕布，万一吕布急眼了，直接勾结丹阳集团跟刘备开战，然后袁术再趁机插一脚，那不就直接玩完了吗？如果接纳吕布呢，首先可以避免和吕布开战，而且还可以靠吕布帮自己镇场子，稳住丹阳集团。所以客观上，刘备必须接纳吕布，也只能接纳吕布。当然，以上是客观角度，从主观上来说，刘备应该也是愿意接纳吕布的。英雄记记载，刘备接纳吕布后，吕布对刘备表达了自己的敬意，他说：咱俩都是边地出身，那些诸侯都想搞死我，只有你愿意接纳我，真的太感动了。说罢，吕布一边请刘备吃饭，一边亲切地管刘备叫弟弟。吕布之所以敢跟刘备这么套近乎，是因为他跟刘备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草根诸侯。在汉末那个特别看重出身的时代，草根诸侯可比大熊猫稀有多了，满打满算应该也就吕布、刘备、马腾、张扬这4个而已。接下来英雄记告诉我们，刘备表面上认同吕布的话，心里却很不高兴。对于这个记载我并不认同，毕竟英雄记的作者王粲并不认识刘备，又怎么可能会知道刘备的内心活动呢？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王粲恐怕很难理解草根出身的刘备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刘备，作为一个草根，孤零零的在乱世中和一群出身远比自己高的诸侯打交道这么久，突然看到一个同类，你的本能反应应该是高兴还是排斥呢？个人觉得刘备认同吕布的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，他在主观上确实是想要接纳吕布的，或许那一刻的刘备心里是这么想的：我们都是草根诸侯，是这个时代的异类，应该团结起来，一同面对这个乱世。不管别人怎么对你，但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只求你不要辜负。当然，以上纯粹是我个人看法，觉得有道理的朋友就把1打在屏幕上吧，谢谢。然而，吕布最终还是辜负了刘备。公元196年，袁术终于发动了对徐州的进攻，刘备亲自带兵前往抵抗，让张飞负责防守。袁术无法战胜刘备，于是写信给吕布，劝他掏了刘备的老窝，并许诺事成之后送给吕布大批军粮。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，吕布选择了背叛刘备。草根出身的他经历了生活太多的毒打，在他心中，道德和理想早已被风化得像纸片一般脆弱不堪。最终在丹阳兵的帮助下，吕布攻入了下邳，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。吕布没有伤害刘备的老婆孩子，最后也把刘备的老婆孩子送还给了刘备。或许在吕布的内心深处还留有对刘备的一丝愧疚之情吧。然而这份愧疚并不能丝毫减轻他给刘备带来的伤害。
那一年23岁的刘备信心满满的踏入乱世，随后迎接他的是整整11年的社会毒打。草根出身的他没有关系，没有后台，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，艰苦悲伤，甚至2次差点而丢了性命。11年后，他终于得到了可以自己出牌的机会，虽然拿到的是一手烂牌，他依然满怀希望，用尽全力，试图往狂澜于既倒。他也创造了奇迹，几乎就要把一手烂牌打好了。然而吕布毁掉了这一切，刘备下一次重新发展要等到50岁了。可以说吕布毁了刘备的一生。更悲惨的是，由于被吕布偷袭，刘备军落入了全军断粮的绝境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即便如此，刘备和他的部下依然没有劫掠百姓，他们靠着吃先饿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走下去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哪怕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刘备的部下居然还不抛弃刘备，就这么一路吃着同伴的尸体跟随着他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徐州遭受过曹操的屠杀和泽荣的劫掠，当地百姓都逃走了，刘备无人可抢，才没有抢。然而事实是，刘备当时所在的海西县位于广陵北部，曹操没有屠杀过这里，而泽荣则是在广陵南部劫掠的，这里同样没有受到波及。也就是说，刘备和他的部下有条件去劫掠，然而最终他们哪怕不断饿死，哪怕吃先饿死同伴的尸体，也没有去劫掠。如今网络上阴谋论盛行，包括刘备、诸葛亮在内的各路英雄都遭到了营销号和键盘侠的抹黑。在营销号和键盘侠眼中，他们无法理解的，他们做不到的，就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虚伪的。说实话，我也难以理解刘备和他的部下是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的。然而对于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伟大，我选择相信，选择尊重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大概可以明白吕布究竟把刘备坑得有多惨了吧？这样你还能怪刘备想搞死吕布吧？我想那一刻，面对眼前这个几乎毁了自己一生，导致大量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惨死的吕布，刘备心中只有一句话：没有你对我很重要。就这样，吕布虽然得到了徐州，却失去了最后一个真心愿意给他机会的人。看似重新崛起的吕布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乱世的一棵枯草，他的灭亡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。好了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下一期我来说吕布的灭亡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拜拜啦。